所以我回到日本以後，我看到日本那又大又甜的橘子，我每当看了这橘子，我的心裡都特別特別的難受。如果我爸爸，如果爸爸還活着的話，我會把這最大最甜的都給他們買着吃。可是我沒有機會報答。阿姨，你先緩一下，別激動。我特別想念我的爸爸媽媽，他們為我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。我記得媽媽那時候，她給人家織毛衣，晚上家裡沒有錢買煤生爐子，完了她就在被窩裡頭披着棉被在那織。我每天睡半夜，我醒了，我說媽呀，你咋還不睡呀？媽媽說的，你睡吧，明天你還上課呢。我多織一點，多掙點錢，給你們買好吃的。阿姨休息一下。真的，爸爸媽媽都捨不得，有什麼好吃的東西都給我們兩個留着。有一次，媽媽不知道在哪兒就整了一包那個飯嘎，那個集體食堂啊做的那個飯嘎，還挺大一張。媽媽拿回來。鍋巴我們叫是吧？哦，大米飯做的，那這吃不上大米飯呢，就是那個粗糧嘛，就那樣。媽媽也是把最好的回来給我們吃。那像那個他們就吃那個苞米麵的窩頭哈，大餅子，知道。有的時候在火上烤一烤。我知道那個。我就記得那個做那個大米飯嘎，他把它搁水泡了，泡完了以後呢，搁鍋又重新蒸一下。哎呀，蒸了以後吧，就像那個新的大米飯一樣，香，很香。媽媽爸爸就這麼看着我們兩個高興的吃，他們都捨不得吃一口。特別是像那個過年過節，要是做點那個買一點肉吧，做點酸菜粉條、凍豆腐。他們就把那個肉啊夾給我和弟弟，有的時候我比弟弟大一點，我就把這肉又夾給爸爸，又夾給媽媽，就是這樣，一家真是其樂融融。我真想我那個溫馨的家，所以我在中國，我最快樂，我最幸福。我最好的時候是在中國度過的，是中國的爸爸媽媽給我的。剛才我說了，有一個日本那個孤兒，他是個男的，他說什麼叫養父母？就是爸爸媽媽，爸爸媽媽對孩子是沒有兩樣的，就是爸爸媽媽。我就是這樣，我沒把他們看成是我的養父母。我真的從心裡很愛他們。媽媽，我記得媽媽在那個時候，她有一個旗袍，是真絲的，特別漂亮。完了，媽媽把這個旗袍給我改了一個連衣裙。我那個時候也是畢業了，已經開始工作了，在小學當老師了。當我穿上那個連衣裙的時候，大家都羨慕得了不得。哎呀，這麼漂亮！那個時候很少的，就是媽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給了我們，毫無保留，一點也沒想，哎呀，他是敵國的孩子，一點也沒想，哎，他是日本人，什麼都沒有，就是親情，真是這樣。我們對媽媽也是愛。媽媽，她除了織毛衣以外，還會那個做很多好吃的。你比如做那個
蜜枣，那個棗哈，那些棗很多，都成袋子買回來，然後媽媽就把它擱在水裡頭，加上糖，就把它煮掉，都煮成原來這麼大的棗，膨脹了，完了都煮成可大可大了，又軟，可大可甜了哈，可甜了。然後呢，小弟弟那個時候才5歲，我記得。弟弟5歲了，他就用那個剪子，那小手啊，就剪那個哨條，知道吧？哈，哨條有這麼長一根的，把它剪下來，然後當然不能以他為主了哈，就是說有這個過程，小弟弟也是參與，完了就剪了哨條以後，完了就把它就穿成6個一串，糖葫蘆一樣，6個啊，大的我還从大的擱上邊一個下來，6個一串。然後呢，媽媽還會炸油酥豆，炸的油酥豆吧，非常又酥又脆，還有點鹹味，特別好吃。然後呢，就拿那個紙啊，把它包成一個小三角形的袋子，然後就擺到那個這麼大的大盤裡，然後這邊是棗一排擺上了很多，這邊是油酥豆，還有時候炸那個素的丸子。知道。完了，爸爸有時候出去賣，有的時候呢，我和弟弟我倆也出去賣。有一天吧，我和弟弟我們2個出去賣去了，賣完了那個丸子吧，有剩的那個碎的那個渣什麼的，哎。我們倆就拿着，跟旁邊有個小姑娘，她賣她家的乾豆腐，完了乾豆腐呢也有碎的嘛，有半張的或者少半張的，完了交換。他沒吃過這個，你們沒吃過那個。我一尋思，哎媽，那事怎麼那麼好呢？是。哎呀，這是天上難忘的回憶，天上的樂趣，真是難忘的回憶。完了就換了以後呢，我們就拿他的乾豆腐捲着這個丸子吃，完了把我們的丸子給他，他也拿捲着吃。哎呀，真是兩家，哎呀，那個時候怎麼那麼開心，那麼幸福，真是。所以這些個生活，這些難忘的日子，都是爸爸媽媽給我們的。現在再也找不到了。哎呀，就像你說的，那您那個。過去就過去了，你今年都美好的回憶。你今年都83歲了，今年都我今年83了都。那就是我1994回來的時候，我再給你，剛才我這插曲完了以後呢，就是讓我找證據，都找了以後，我就把這給後生省了，給後生省以後，後生省就同意我回國尋親。尋親就是找自己的家人。我是1998年回國尋親的，我記得我們一行是45個人，我是團長。帶回了一共45。帶隊從中國帶隊到那兒去，到日本去尋親。那時候大家有錢買機票嗎？國家給的都是日本給的，所有的機票、住宿、行程。他們都給安排的好好的，你就是過來就行，組織人去就行了。過來就行。完了，我們那個到了日本以後，是受到了這個熱情的接待。可能有人問，那你在中國那麼好，你為什麼要回去？這個怎麼說呢？這個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哈。這是很矛盾的。爸爸媽媽在的時候，我們從來沒想過，哎呀，我還有日本，我還是回日本啊。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知道，有人就直接罵你是小日本兒，你日本鬼子，你日本孩子，都這麼說的。所以他從小他就知道，他就想，哎呀，那我是日本人，我要回去找我的家。我呢，我們和我的弟弟，我們倆不一樣。我們倆不一樣，我們2個沒有這個概念，我是日本孩子。反正就是風言風語，聽說了也沒有相信，就這麼樣。有一次弟弟就跟我說，他說姐呀，人都說咱倆是日本孩子。他剛說到這兒，我說咱倆是日本孩子，能怎麼樣？你不要爸媽了嗎？那前爸媽還在呢，還沒有去世，到後來去世了。
完了這就一切都變成事實了哈。完了我們就開始就是那個回國的這個旅程。完了到了日本以後呢，他們也是各大電台記者都來採訪。每個人什麼情況，有什麼特徵，你的所有的記憶能不能想起來你的家人什麼樣？完了就也是大電台屏幕上就給放出去了，全國都能看得到。完了當時我也是說了，我說我吧哈，我說我呢，我什麼證據都沒有，但是呢，那個我知道，日本是我的祖國。人家都回來了，那我也得落葉歸根，那我也找一找吧，就這麼樣。這樣的想法，試試看看的那個心，看看我的親人還有沒有，他們在不在，我到底姓什麼，我叫什麼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就想抱着這樣一個心情，就是來回到自己的祖國。哎呀，回到日本以後啊。接踵而來的各種各樣的難題都出現了，讓我們很傷心，知道嗎？說一下，真的很傷心。一個是話不懂，語言不通語言不通。完了呢，什麼習慣都不一樣，生活習慣不一樣，處境不一樣，接觸的人不一樣，什麼都是陌生的。是的，所以就感覺到，哎呀，心裡頭。雖然有的時候他們歡迎的時候又是宴會又是舉杯啊，又什麼高興一會兒，過了那一會兒以後，心裡還是沉甸甸的，就是沒有歸屬感沒有歸屬感，對吧？就是覺得還是和這個地方有距離不是一般的距離，明白太大了，明白，距離太大了。那當時來的時候，你沒覺得這邊很先進嗎？很發達？有覺得日本很發達嗎？對呀，覺得我來的時候哈，我們歸國的時候，我是那個退休了，丈夫呢還在崗，我也是黨員，他也是黨員，而且他是黨支部書記，還是藝術團的團長。所以在那種情況下，我就2個孩子也一個大學畢業了，一個這個中師畢業了，2個都基本上都有工作了。我說你們2個現在咱們家的情況就在這兒，媽的這個身份已經確定了哈，要回這個去回國了，你們2個怎麼辦？你們都已經長大成人了，自己的路自己走，自己去選擇。你別以為到日本遍地都是黃金，是吧？你去撿黃金去，聽別人說不行，那需要付出的，你必須要有勞動，你才能得到這個錢，你才能享受。完了，後來他們不管怎麼地，那媽媽既然要回國，我們要跟着去。就這樣，我丈夫也是工作就是停了。也就算內退了，內退了，完了呢，就是跟着我們4口人一起回來的，回來就定居到入間。為什麼去那裡住呢？為什麼回來之後住在哪裡呢？回來以後吧，他那個政府當時是那樣，有親屬的你可以投奔親屬，但當時的情況呢，有很多有親屬明明是親屬不願意接受，為什麼？這裡涉及到一個財產的問題。他媽媽活着的時候，爸爸活着的時候有房子有地或者有錢，那麼你回來了，你就要這筆錢，可能他們就想我得拿出來給你們，所以人家不願意接受。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由國家給安排了生活。我們就是國家給的生活費，比如說生活費給你了，醫療費給你了，還有一個那個看病醫療費生活費還有住房，就這3樣補貼免費都是國家給你提供那還這個是基本的保證。是也是說你在日本就是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標準。所以我們回來以後吧，就感覺到是一種對人格的不尊重。為什麼我有這樣的感覺？為什麼這麼想？我們也是日本人，
如果沒有戰爭的話，我可能比你現在要好，生活的要好。我有這種想法啊，明白。那現在為什麼會造成這樣？這就是戰爭給我們這個特殊的群體留下的這個不可磨滅的這個痕跡。